好了，同学们好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画这幅睡莲观音睡莲杨柳观音这个整个的构图大家也能看到是一个观音观音，然后卧在这个斜卧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莲叶上然后脚下面这个踩着一朵莲花脚下面踩着一朵莲花。然后还有什么呢？当然还有这个杨柳下方是什么呢？下方是池塘这个莲塘吧这边是它的这个玉净瓶是不是净瓶？还有杨柳整个第一步我们是什么呢？白描第一步白描，我们首先来把这个底稿用我们的宣纸用我们的宣纸，什么宣呢？用这个我用的是云母书宣我用的是云母书宣。然后两边用吸铁给它固定了一下吸铁固定了一下。没用拷贝板今天不准备用拷贝板，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首先这个图比较简单看起来线条也不是那么特别难线条也不是特别难。然后我们要分一下墨色分一下墨色首先淡墨、中墨、浓墨肯定都得有，但是注意这个墨色的区分，稍微重一点的墨也就是这个荷叶这个荷叶的正叶，对，这个荷叶的正叶是稍微浓一点的墨，然后其余的不是淡墨就是中墨，主要以淡墨为主主要以这个淡墨为主。那好了，我们首先第一我们来分析一下来分析一下这个。我们经常说你勾线之前你首先你得把大致的这些物体的这个颜色你要分清楚，你才能往下下笔，你不能一上来你就拿笔勾，对不对？所以注意了我们从这个头开始这个白衣观音嘛，那肯定是这个线条它这个白色的衣服披着的，那肯定是白色的线条，这肯定是用淡墨来勾。头呢中等偏浓的中等偏浓或者中墨也可以。然后它的五官注意了，皮肤以及五官以及手这些都要用淡墨来勾要用淡墨来勾。还有眼睛注意眼睛也要用淡墨来勾我们这次画开脸就是一点一点的来画所以要用淡墨来勾。然后它的什么呢？手镯、饰品，我们这些都要用中墨中墨不是中等偏浓，而是中墨。再往下它就是什么呢？它的脚呢，只要是皮肤的地方这就没有了。然后就是荷叶，荷叶的话，我们正叶用中等偏浓，反叶用中墨，荷杆用什么呢？用中墨。最后是什么呢？它的这个采的这个莲花，莲花我准备给它用粉色的莲花粉色的莲花，然后我们肯定是淡墨了粉色的莲花就淡墨。剩下的瓶子瓶子你就可以如果是偏白的瓶子，你就用淡墨；如果是漂亮的其他的瓶子其他色彩的瓶子，你就用中墨你不要用重墨一定注意，除非你是个红色的瓶子。然后这个瓶子里的杨柳我们用什么呢？用中墨来勾一定注意用中墨，不要用中等偏浓，用中墨来勾那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石头石头用勾的话也是中墨。下面的水勾的时候注意了水是中等偏淡的勾。我们水纹下面还有水纹，还有水草，都是中等偏淡，这些都是什么配角都是配角。你不要太深了，也不要太浅了，太深了太凸显，把这个画面的眼球给吸引去了太浅了看不清楚，起不到装点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画画的效果从头到尾给它怎么样呢给它一定型就知道原来你看墨是这么多的。那现在我们刚开始勾的时候注意了我们从哪开始勾起？那肯定是从头是不是？从头部从头部开始勾起，然后这个头发稍微浓一点，先我们调一些淡墨先调一些淡墨。这个淡墨怎么调呢注意了调淡墨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我们来往左边挪一下往左边挪一下。
首先啊，我们要怎么样呢？往里加清水。加清水的时候啊，你调多少墨你就加多少清水。先加清水啊，先加清水。你看淡墨我们啊多调一些。这个稿子比较简单，2个小时啊，差不多就勾完了。然后往里加什么呢？啊，加一点啊，拿这个我们的勾线笔啊，拿我们的这个勾线笔啊，这个勾线笔蘸点浓墨啊，蘸点稍微浓一点的墨啊，往里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加。我这个也是什么呢？墨碟里头啊，墨碟里稍微浓一点的墨碟里面，我们一点点的加。啊，注意这种方式方法啊，注意这种方式方法啊。有些时候啊，你别嫌麻烦啊，这种慢代表什么？慢就代表稳，所以慢一点，稳一点。稳就代表什么？稳就代表快。哎，你看这个逻辑，你听着，你慢就代表稳，稳就代表快。啊，后来好啊，试一试。好，这个不行啊，还有点淡，这叫清墨。那我们再啊继续，再给它再蘸一点啊，再蘸一点。这个有些同学问这个墨能不能用素墨，就是用这个隔页的啊，隔页的墨啊，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啊，如果是初学，你就尽量用现成的啊，尽量用现成的。啊，如果是老手，那就无所谓了啊，那就无所谓了。还是有点淡啊，有点淡你就加啊，有点淡你就加。啊，不要给它往里滴这个墨啊，就要拿我们这个勾线笔，因为勾线笔它本来这蓄墨量啊，它就比较怎么样啊，比较低啊，比较低。啊，再加一点。我这个不是浓墨啊，是属于偏中墨啊，偏中墨，所以我加的多一些。但是我稳呀啊，我稳呀，你看我这慢慢的加深，绝对不会深了再加水啊，反过来啊，你要是一下啊倒多了，然后你再倒水，深了以后你再加水，水多了以后再加墨，不停，你看其实不快啊，其实不快。哎，这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墨差不多了。啊，这是我们的什么呢？淡墨啊，注意淡墨。墨离的这个纸稍微远一点啊，稍微离得远一点。我们这个尺寸是什么尺寸呢？大概是个60宽90高啊，60宽90高。什么意思？60公分宽啊，90公分高啊，基本就是这么高。然后下面放张纸啊，你看我这个肚子地方放张纸，夏天了怕出汗。虽然我戴的啊，注意戴这个夏天勾的，戴这种袖套，要这种帆布的袖套啊。不要戴那种冰丝的袖套，那种冰丝的袖套透汗，透汗。所以啊，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勾线，这个就要往低了，往低放，然后也不能过于低了啊，也不能过于低了。然后我这个调整一下焦距，这个焦距啊它是自动的，我得调成手动的啊，因为自动的它就会老找这个笔杆的这个距啊。而不是我们纸面的这个焦距，这就差不多啊，这就差不多了。行，好，稍微斜一点啊，稍微斜一点。为什么稍微斜一点啊？斜一点，因为我们勾线的时候注意，尽量中锋行笔。什么叫中锋行笔呢？就是笔杆垂直于纸面啊，笔杆垂直于纸面。啊，你要是说是垂直的话啊，如果说这个摄像头啊，如果是对着我这个纸面垂直的对。我又是中锋行笔，那你能看到什么？只能看到我笔杆的一根屁股啊，是不是？哎，所以我得稍微斜一点啊，稍微倾斜一点。倾斜一点是为了目的是什么呢？啊，目的是啊能看清楚这个笔尖的行走啊，看清楚笔尖的行走。稍微往这边，稍微倾斜一下，调整一下，基本就是这样。首先，我们勾线的时候，勾任何一幅画的时候，所有都要从哪儿呢？从最完整的啊，从最完整的一个结构开始。你看这里是最完整的，下面啊，稍微粗一点，到转折地方稍微摁一下，然后提变细啊，这里稍微可以停顿一下啊，然后这里你不停顿也行。
停不行了啊？为什么呢？再不停的话就出了画面了。第一根线，你看从这儿，然后这里衔接一下，细的啊，然后这里收笔啊，收笔，注意收笔的动作啊，注意收笔的动作，钉头鼠尾逆向收笔啊，是不是？先把这根，然后这是什么呢？劈上去翻卷的这个啊，停顿，衔接处，衔接紧密啊，停顿变细，停顿变粗，哎，这里也是啊，停顿，哎，你看，只要是翻卷的，多少得有点啊，这就叫结构啊，把这些结构画出来，然后就是画上面这些纹理。这个头冠啊，头冠，观音上面头冠，然后上面披了层白色的这个纱布啊，我这个是布，不是纱。到这儿轻轻摁一下啊，再提啊，轻轻摁一下，有一个转折的地方。这里呢轻出，然后进啊，你看这里也注意这个用劲儿，顿粗变细，然后这里变粗，摁一下提。这笔很有意思啊，这叫转笔，然后你看起笔。钉头鼠尾的起笔，然后气停，哎，你看回转折一下，使劲一折。这边呢，你看这边过来，然后这边钉头，哎，铁线苗的收笔啊，收成圆的。这里在啊，它最高的这里，哎，然后收笔。这边从这里啊，虚进，虚出啊，是不是？一笔下来，虚进虚出啊，然后这里停顿啊，多一些转折，这里停顿啊，转折再变细再变粗，腰接处。对，稍微的细，然后慢慢变粗，到这里停顿，然后变细变粗啊！你看就是这样。你别看一纹啊，一定注意多一些变化啊，让它的什么呢啊，整个的结构啊起伏起来啊，起伏起来。这你看，我们一下就给它勾完了。勾完了以后啊，这边用什么呢？稍微重一点的墨，对，中等偏浓啊，你甚至就中墨啊都可以啊，这个都无所谓。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浓度啊，这么个浓度。对，说老师，我这个能不能比这个稍微再淡一点？可以啊，这个可以，用不了多少。然后画出它的头发啊，画出它的头发。要纤细，注意压改关系啊，注意压改关系。这里先给它按一组一组的画。注意。是不是？这里是什么呢？头发啊，头发是这里。这里是耳朵，耳朵不能画啊，耳朵不能。这儿也有头发，头发画到这儿了，咱们先画这儿吧啊。就是有稿子就好，我这个稿子改了有10几遍啊，整个这个稿子改了有10几遍。然后是这边啊，这边这边有点出入，我看看啊，这是怎么个画的？这样，然后这
先一组一组的给它分开啊，一组一组的给它分开。这样慢慢的给它分开，这里就给它什么呢？啊，衔接好啊，衔接好，就不就虚虚的啊。但是它这个是入笔的地方，尽量稍微整齐一点啊，有一定的规律。然后呢，我们再给它啊，这个按照你看我都已经把这一根一根的给它都画出来。对不对啊？就给它这样画，画的稍微慢一点啊，画的时候慢一点，然后屏气凝神啊，屏气凝神，一根一根的啊，越稳越好啊，越稳越好。注意收笔啊，注意收笔。你看它这个方向啊，顺着它这种梳理的方向来。其实啊，我这个稿子啊，我当时修的时候啊，其实没必要修这么多次啊，修这么多次。但是什么呢？想着后期这个可能能给同学们带来一定的便利啊，我就每一遍稿子啊修的时候稍微简单一点啊，有一些。因为什么呢？用这个电脑啊，这种手绘笔画出来的，它没有这个毛笔味儿啊，它没有这个毛笔味儿，它就没有，它就一种啊，它你画出来以后啊，你这感受不到这种线条的美啊，这个西画是可啊，西画你是像是漫画啦、插画啦，你都可以用这个。手绘板啊什么的，你画，你这中国画有些时候啊，可能是水平有限啊，水平有限。咱们又是搞教学的，美术工作者啊，水平有限，所以我觉得每次这个稿子我画了有个几张，10来张啊，10来张。它不是个主要的，但是它大致的方向你要给它把握住啊，大致的方向。你画的慢一点啊，你画的慢一点，它会怎么样呢？它就比较稳啊，比较稳，然后出错啊，哪怕是就是画的有点歪歪扭扭的，它也不影响大效果。为什么呢？后期我们要用这个黑色啊，给它晕染啊，给它晕染的时候，这种线条啊，它就多少有点啊不明显了，是不是？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要怎么样？要细啊，虚进虚出，一定要注意虚进啊。你像有这种衔接的地方，你可以稍微实一点。但是你看入笔的时候，一定要虚一点啊，就细细的入，你别最后一根大棍子啊！你看有些时候啊，我让这个用蓝叶描画蓝叶描，有的同学他就是铁线描啊，我该让你用铁线描的时候，你用蓝叶描。对，一定注意我刚才说那句话啊，什么呢？稳啊，慢就代表稳，稳就代表什么？稳就代表快啊，是不是？你想快点画，那你就稳点啊。你想稳怎么办啊？就得慢点。你看出来了啊。这幅画稍微难点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头发啊，也就是这个头发和那个荷叶了。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凑啊，都还凑。
都是后面的头发啊，这都其实应该把这个他们这个头发啊，这个五官啊画完了，我再画这些。但是懒了啊，懒得那个再调墨啊，再调墨，蘸完了就画吧。是不是？你看，我们就这个结构，我一会儿再好好研究一下啊，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怎么画。忘了这个结构了，我得定懂一下啊，我得定懂。直接这么勾吧啊，它有一点这个压盖啊，转折压盖的。我们回头先给它从中间。要这样勾啊，这样勾，然后边缘，这样勾，然后再两者中间，再翻上来啊，里面再翻。头发勾完了以后啊，头发勾完了以后顺势啊，顺势调淡一点啊，手调淡一点啊，什么呢啊？把这个耳环我给它勾了。远处的细一点，近处的稍微变粗。哎，你看远处的稍微细，这里是远端，这里是近端啊，稍微来这么一下啊，这就行了啊。然后等等，我这个手镯稍微啊，一会儿这个我就来手镯，有底稿就好，不用动脑子了啊，不用动脑子了。到了边上的这个小猪肉，它就有什么呢？有这个压盖关系了啊！注意压盖关系。中间这些啊，看不出来。这勾出来，好啊，是中末啊，这基本局部啊。现在这就是必须勾的一些，勾完了啊。勾的一些稍微重一点的地方，我们就算是勾完了。然后啊，再调成淡墨啊，再调成淡墨。然后眉心，对不对？眉心，很多同学问我这个圆怎么画，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啊。首先，你看从欲左先右，先右回一下，把风裹一下，一走，这是我的画法啊。停，有注意啊，这个脸部啊是这样的啊，这里要停一下，然后手这里停一下，然后下巴磕的，对，然后在这里。它的脸部轮廓啊，给它勾出来。耳朵啊，耳朵稍微粗一点没关系啊，耳朵压一下，你看变粗这里。结构，把这个画出来。下面是耳垂，这儿点一下啊，这边衔接。
耳垂这里有一个压盖啊，有一个压盖。然后注意了啊，再勾这个手啊，再勾这个手，这个手要近一点，近一点。手啊，先勾什么呢？先勾指甲。指甲完了，比肚子，使肚子圆润一些。注意压盖啊，注意压盖。然后衔接的地方啊，衔接地方要粗，然后没有衔接地方要稍微细一点。就出来了。然后这里停顿，然后轻轻的跳，有骨头的地方稍微停顿转折，然后这里再画很大指甲，比肚子。柔美一些啊，柔美一些。这里的指甲，我这个指甲画的有点别扭啊，你们就自己看吧，觉得不好看就改啊，是不是？比肚子一定要画的圆润一些，但是它们要有一定的什么呢？压盖啊，压盖。这边是这样，上面过来。这里这里稍微的圆润的给它放过来，再把这个最远处的这个指甲，比肚子，手掌，还有拇指啊，拇指，手腕中间那个小结构，你看每一条线啊，中国画就是这样的，每一条线它都有来处去处啊，来是 come 去是 go。然后画什么呢？眉毛，眉毛怎么画？注意一根一根的啊，大致的画，稍微出去的。因为你是淡墨嘛，没有关系啊，稍微画一画就行。你说画的不准确啊，行不行？行，画的不准确也行。因为是淡墨嘛，后期我们还要给它进行晕染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虚进虚出啊，逐渐变细。对，逐渐变细。然后这个什么眼皮的上方，这个要虚进虚出啊，这个要虚进虚出。对，然后它的鼻子，鼻孔啊这里，然后转过来鼻翼，嘴中间先画这个啊，先画中间，然后这两边啊，在两边，然后再停顿，再给它画上嘴唇，再停顿画下嘴唇。两边的嘴角啊，稍微给它摁一下啊，提摁一下，翘起的嘴角，然后下巴磕在这里，小半圆。你看，这我们就看不清，是不是？因为是淡墨啊，但是勾的啊却勾了，然后再给它勾什么呢？眼角处多来一点。眼角处稍微停顿一些啊，停顿一些。你说不停顿行不？可以啊，后期我们在复勾的时候再画一些。这个也是啊，眼角处稍微停顿一些啊，粗一点。我发现很多这个画国画的啊，画我们宫里画的，它起稿是起稿，画画是画画。啊，一定要记住啊！你们别入了坑儿。对，很多这个画工笔画的，它都是起稿是起稿，画画是画画。什么意思呢？稿子随便画一下，大概的位置，然后具体的自己就是上稿子画的时候，
在它这个稿子基础上，它稿子可能不对称，但是画起来啊，这个非常好啊，这就是临时的这种啊，这种其实是对的啊。我也是经常这么跟我的一些同学说，你起了稿子以后啊，你起的稿子就是个稿子啊，真正画的话还是临场这种画，你觉得合适你就往下画，你不合适你就不要动啊，是不是？你再改。对，画它的脖子啊，脖子，然后再往下了啊，这就是可以再往下，稍微往下一点。这里就是这个手臂啊，这里这个手臂，你看，尽量不挪它啊，一挪它，我觉得。手臂啊，从这儿穿过来，哦，这还有一下，从这儿穿过来，你得把线条交代清楚，也不能过细了啊，这里，对，这里，取决于细节。你看，你是这样画出来的，是不是？你这里是啊，这样画出来的啊，是不是？你以后有小，你就这根线啊，就这一点啊，你看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说再往下画的话，肯定是画这个啊，画这个比较长的线条啊，这个长的线条啊，你看，你的啊，这个笔中的墨你得多一点。这个可以一笔画啊，但是我建议同学们两笔画，我是两笔啊，因为什么呢？你不能一笔让同学们啊，这个同学们有些时候啊就。看呀，老师怎么画他怎么画啊，是不是？那我就，这个啊，是不是？你看从这里，然后这里怎么办？虚接啊，虚接过来啊，然后把它摁下去，加粗，转笔捻管。捻管的目的是保证它中锋行笔，然后收笔，钉头鼠尾的收笔。这边就画出来了啊，一根线就画出来了。你要是从这儿开始啊，这种画也行啊，也比较流畅啊，但是一般同学啊，这个好像达不到。下面偏粗，捻管到这慢慢变细，慢慢变细，这两根线啊。这根线啊，两边不是，这边是要稍微实一点啊，这边后面虚一点啊。为什么呢？啊，尽量给它加深这种线条的变化。这里啊，粗胶，很结实的胶合在一起，不要出现平行啊，不要出现平行。几笔，你看这个就是几笔就完事儿。然后我们你看，再往下就是画这些了啊，这些，这个就往高举吧，往高举吧，不是细节的我们就往高举。这里逆风逆向吧啊，你看手笔。然后这里铁线苗的起笔啊，铁线苗的收笔，你看这里细一点到这里，转折，提的排笔，收笔，铁线苗的收，停顿，起收。翻卷过来的，然后就是这里啊，袖子了啊，袖子这里粗细粗，粗细粗，这边是什么呢？它的一个
袖子上的花纹啊，这个就稍微是有一点就行啊，有一点变化就行。对，但是这个不行啊，这个要粗一点。是跟我的笔杆非常厚。停顿。收。对，然后啊，这里它的下巴这里3个褶子啊，轻轻的啊甩出去啊，一个比一个稍微长一点。行，一个比一个稍微要长一点。这里面就是全是中墨啊，这里面全是中墨。这里脖子这里还有一个啊，这是它的披啊，它的这个披风啊，就是后面的啊，这个披的后面的这个衣纹。衣纹，然后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最长的后背这条线给它简单的勾一下，像这样的线反而简单，但是要粗一点啊，不要太细。慢一点它就是凝实啊，慢一点这个凝实。最后摁一下啊，摁一下收笔。这种线条啊，就来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类型啊，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继续啊，其实为了省劲儿啊，为了省劲儿还是得挪一下啊。我这人太懒，桌子它就这么大点儿啊，不是应该摄像头的范围就这么大点儿啊，就这么大点儿。是合腿。这个你看这个是在比较完整啊，比较完整。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腿给它勾出来，这个腿给它勾出来。勾的话，我看看啊，首先这里啊，虚劲摁一下，然后转摁，停顿摁啊，然后转摁，转折再摁一下，停，抬笔啊，这里收笔重。一笔就出来了，然后把它的什么呢？把它的转折的这些停顿，然后再停收笔啊。这边也是啊，停顿，抬笔，收笔。在这里画起来是没那么难啊，画起来是没什么难。但是你这个经常要把这个墨补充完整啊，该细的要细的下去啊，该细的要细的下去，该粗的你也能粗的下去。对，静止什么呢？静止这个线条平行啊，这尤其是2条，你看它是不是平行的？你看从是这样，然后我又勾了一下。对，临时稍微可以改一改方向啊，像这个是，这边线条衣纹方向不要一致啊，方向不要一致。然后就是它的膝盖啊，膝盖这个你多存点墨啊，多存点墨。因为什么呢？它这是一笔比较长啊，相对来说这个线条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你要画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画成一样的。你看到这里稍微粗一点，膝盖这里稍微停，再粗一点，然后捻管啊，调整方向，这里转折，慢慢的抬笔啊，慢慢的抬笔，一笔下来，就是稍微有一点这种关节的这种。到这儿这些就很轻松了，丁头鼠尾起笔啊，然后收笔要停，丁头鼠尾的收，就是粗的收啊，稍微粗一点。你看没几下啊，这个画起来还是相当柔顺的啊，相当柔顺。然后再把它的这个什么呢啊，再把它的这个掸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衣服下边的这个衣服
袖子。把这个袖子我们给它勾出来，然后再勾它是什么呢？这个，勾你不要一条线要有些粗细变化经头鼠尾这边转折处稍微粗一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上面这个花纹这个袖子这个花纹。镶了个边儿镶了个边儿。补充笔中补充这个停顿，你看，停顿。粗，收。完事儿你看，它其实我们这种画这种长线条寥寥几笔，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是这个你得那个什么呢你得这个见功夫你得见功夫。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脚脚大拇指。加停顿，脚给它勾出来这里正好就剩一口沫了也是淡墨为主。那我就把这个剩下的淡墨就不多了剩下的淡墨就不多了。我把下面这条腿就是踩在莲花上这条腿咱们给它正好顺势勾一下顺势勾一下，稍微高一点。慢工出细活，稳，千万别哗的一下子这档关系这是脚。体变换，注意线条的变换粗细好了然后这里再把它的什么呢脚给它勾出来，小拇指在这里，从这个方向。衔接这个坑这儿稍微停一下，停一下好了你看这个观音勾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剩下的就是中墨和重墨中墨和重墨。然后这个花瓣是要用淡墨这个花瓣我们最后一会儿我们再勾。
对，因为前面还有很多还没勾呢。我们先从中末开始，我看看这个淡末，中末开始。调一些中末啊，调一些中末和重末啊，调一些中末。中末就是中等浓度的末啊，中等浓度的末，不要比这个不要很浓啊，不要很浓，但是你也不要过于淡啊。虽然它勾的东西不多啊，勾的东西不多，但是你不能太淡啊，太淡，大概就是个这个浓度就行啊，这个浓度就可以，就是这个浓度啊，就是这个浓度，然后蹭一下啊，蹭一下，你看蹭开的地方。就是蹭开的地方，这就是干了以后的这个浓度啊，干了以后这个浓度。那么做完，再把我们的再回过头来，我这个顺序，你看。稍微有点偏啊，移动稍微有点偏。那么我们来勾它的，首先第一个向量啊。先勾的话，你先把它的结构给我勾出来啊，是不是？谁压谁，项链有多宽啊？先把它勾出来。它上面有个小纹，小纹理。对，你看这个项链啊，难勾地方也就是这儿了。其他的都好多，荷叶的形状啊，荷叶的形状。注意不要漏气啊，要先勾外缘的啊，先勾外缘的。注意遮挡关系啊，注意遮挡。再勾它内围的啊，就是双勾。勾的时候精致一些啊，然后我们勾它的这个什么呢？胸前这个视频啊，你说一定要跟我这个完全重合吗？不一定啊，画着看。中间是圆圈，这里有一个环儿和它衔接起来，这也是珠路穿起来的。然后这个圆圈，中锋型笔，有些同学说老师我这个画圆老是画不好啊，
你就中锋行笔为主就行。注意中锋行笔啊，你看两边的小荷叶这种稍微尖的一定要尖啊，尖的一定要尖。白描啊，你们一定要仔细看啊，画到哪个部分怎么画的，起笔收笔怎么收的。如果你是一位初学时间不长的同学，那你就尽量多看，看看老师怎么画的然后怎么样呢？照猫画虎，你先学会我这套，你再自创，是不是？你再自创。有的同学是这个。不明白这个学习的本质啊，刚开始就是临摹嘛照猫画虎嘛，是不是？你照猫画虎你都不会，你还想自创？你就认为你就这么有天赋也许真的有这个真说不准。这个起形你没有千锤百炼，你起不了的形不可能。没有练过上百上千次，中央美院让你练这个速写，都是先来1000张速写，对，肯定行。你说我就画了10张速写，你能画的速写能画到什么程度再说了，速写就是我们画写意的线条嘛是不是？都是相通着的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虽然里头有一些区别，但是艺术是相通的这就胡扯呀，开玩笑。好吧，注意了目的是什么呢？你看，注意用铁线描，以铁线描为主，再加里头多加一些钉头疏尾描再加钉头疏尾描来一些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荷叶了呀就是荷叶了，荷叶，再往上再往上画。对，用比较浓的墨中等偏浓的墨中等偏浓的墨。刚刚我们不是调出来了吗？来画荷叶，荷叶不是一笔画出来的一定要注意。你看我这个画荷叶，你别看这么多转折的地方你都是这样一节一节的画出来。对，你看这样是这样你们别一笔下一笔下可是不对，交接的地方稍微粗一点。然后你看这边，我给它断开了，你看是不是？然后钉头疏尾的起，停，你看这里，我又断开了，起笔从这里起，这里。这才叫毛笔味儿呢你要是说一条线哗哗哗哗，那不好看。顺势往下。看不见了。你再往下点从这里这里停，换，这儿停，跳过来。然后再转，有很强的转笔的味道就是拧动这个笔拧动这个笔。这里像笔多少？从这儿画从这儿画。
画啊然后你看有反页，反页我们用什么呢？一会儿用这个周末来勾反页一会儿用周末来。现在我们什么呢？再调点来勾什么呢？勾它的正页的页脉正页的页脉。注意了，你看我画多细，稿子上画多细，你们就尽量画多细。你看像这种反着画，虚近变粗虚近细细的近，慢慢变粗是不是？一定注意你看，这就碰到摄像头了近虚近变粗，虚近变粗这里你看从这里出来，停顿一下，这里，摁一下，这里摁一下，然后粗细慢慢变粗，注意这种方法没有？对，这个脸这个荷叶一直是困扰我们很多同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是不是？画的时候，它总是你看我这个是一垂直了以后，你还能看到吗？看不到了，是不是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对，你看，我只能给它斜着一点，虚虚的进，这我都是很难受的姿势在画停，为什么它这个镜头晃了呢？因为挨得太近了，我这个停顿的时候。笔杆子就翘了一下你看两边给它相接的地方停，变细，再慢慢逐渐变粗，这一根就画出来了。你也可以反过来反过来是怎么画呢？你看给它变粗变细，停，再变细，停顿，钉头钉头数尾。然后这个位置呢尽量画到边缘，但是边缘就跟什么一样呢？跟头发丝一样，甚至比头发丝都要细这里没关系这里不细都没事儿，为什么呢？它是翻卷过来的懂这个意思了吗？这里必须粗由粗到粗就可以，你不能一定注意它的生长方向一定注意它的生长。走那儿去，看不见了。你看这里下来，然后上去。练的习惯也就没什么难度了。你练着不习惯平时不怎么画临时画这么一下子。你看这个连叶的这个交接处，正好是小岔口小岔口。正好是小岔口。停顿，摁一下，然后慢再抬起。正好跟这个小岔口转折的地方。难点在哪儿呢？难点画的又慢又细又润又顺畅难点在于这个在慢中能画出来这就叫什么字？稳字这就叫稳。这个稳怎么练出来的呢？每天画，每天1个小时。对，这边不要变化这里开始变化。
是它的结构线，然后换中墨啊，把我们的这个浓墨换成中墨，把这个反叶给它勾一下，反叶勾一下，荷叶就这么一片啊，荷叶就这么一片就够了，把反叶一勾完，我们这个也就差不多了啊。注意反叶先从这里勾，从这里粗一点啊，然后给它上来，然后这里细粗。细粗，听我勾的方式了吗？全部都是什么？丁口鼠尾。全部都是丁口鼠尾啊，然后这里反叶，细粗，粗细粗，这里也有啊。好，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它的这个荷杆了啊，荷杆。勾完啊，荷杆勾完，这个荷杆可以断断续续的勾啊，注意了啊，可以断断续续的勾，也可以一笔勾啊，都行。铁线描，勾的慢一点啊，勾的慢一点。慢一点稳啊，稳一点它什么呢？啊，稳一点它才那个什么呢？啊，不容易那个出错啊，是不是？不容易出错就怎么样啊？就不容易出错，那就肯定是不容易重新画呗啊，是不是？这就叫快了啊，慢代表稳，稳就代表快。这个也是铁线描，我就这样画了啊，不调整摄像头。标啊，我以为啥东西？
一笔勾下来是为什么？省事儿啊，就是为了省事儿啊。其实啊，画的时候你稍微带点这种转转折折，还挺逼真啊。但是我们艺术处理了呀啊，我就这种妖娆的感觉啊，扭扭捏捏妖娆的感觉，我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挺好，是不是？啊，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啊，把这个用中墨把这个莲蓬勾一下，对，勾一下莲蓬。莲蓬勾的时候啊，不要那么润滑啊，一节一节的勾。我们这个莲花稍微有点写实啊，然后注意里面的顺着它有一条双线啊，是不是？不要完全一致啊，有些长有些短交错开。对，在莲子简单的画几颗啊，简单的画几颗。好，这是莲子的啊，你看，然后下面的粉底。对不对啊？莲蓬先给它勾出来啊，然后再勾出它的花瓶和什么呢？叶子。我们接下来啊，再用淡墨把这个花瓣再勾一下。好了啊，同学们，我调整了一下位置啊，然后我们继续开始啊，用中墨啊，中等偏浓的墨啊，中等就什么中墨啊，中墨，把我们这个什么呢啊，把我们这个核感勾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勾这个杨柳啊，柳叶啊，这个柳叶是什么？风吹起来啊，有点飘荡的这种感觉啊，风吹起来有点飘荡的这种感觉。你看这个聚焦啊，它必须得手动啊，好，手动。稍微倾斜一点啊，稍微倾斜一点。从哪开始勾起呢？啊，从这个下面啊，从这个柳枝的下方。它这个柳叶是怎么长的啊？我们注意了，首先我们先给它把柳枝，我先给它勾出来。你看这是一枝，然后从这里啊，从这里又分出来一枝。然后这一枝一直延伸上去。注意这结构啊，然后从这里分出来一枝啊，然后从这里也分出来一枝。对，然后注意了这边啊，这边从这里啊分出来一枝，哎，是这样的啊，然后从这里啊分出来一枝啊，这个比较写了啊，这就比较写了。什么比较写呢？就比较写意了啊，是不是？然后再从这儿飘过来一枝啊，然后再从这里有遮挡关系的啊，又来了一枝。对，从这里延伸出来，这还有几枝啊？这有几枝，你看，是不是这个很复杂啊？然后我们你看知道了以后，你看这一枝上面有几片叶子。对，然后这里。然后这一片啊，它是这样的，尖端要稍微尖一点，然后这一片这样，首先你勾的时候注意啊，从这个中间的叶脉勾起，对，然后再勾它的什么呢？两边，
煎的稍微什么呢？飘逸一点啊。你说老师我没见过这样的柳叶，你不懂得艺术处理吧？啊，是不是？我们这就给它艺术处理了。这里延伸出来，倒着走，根部粗尖端细啊，根部粗尖端细。再加上一些近大远小啊，再加上一些近大远小。画的稍微手松一点。所以你说老师我画的跟你这不太一样行不行？可以啊，也可以。因为这毕竟是配角啊，配角不要把配角用太多的精力去画啊。所以你看我勾的时候啊，我就直接中末啊，中末勾完，你看我连枝干我都不勾了啊，是不是？往后卷一点啊，我枝干你看我枝干我就以写的形式。什么叫比较写意的形式啊？但是注意，枝干它也是有特征的啊。什么特征？根部粗，尖端细啊，出现这么个发展，然后相衔接的地方稍微停顿一下。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上面有花纹，这个瓶子上面有花纹啊。然后呢，想把这个瓶子画出来，你要是花纹画的什么呢？花纹画的那个淡一点，瓶子画成白的，你说行不行啊？也可以啊，玉净瓶嘛，我看看啊，还可应该是可以啊，但是不能太淡了啊。那我们就用淡墨啊，用淡墨，把瓶子画的稍微淡一点啊，行，宁淡勿浓啊，宁淡勿浓，对，用淡墨。哪怕后期又觉得这个效果不行了，我们再给它怎么样复勾一下啊，复勾一下。这个北派啊，就是有很多这种比较传统的啊，就是不能说是特别传统吧，只能说是比较传统啊。因为好像古人好像不是这么画的啊，也许是这样画的啊。我看的书也少啊，看的书也少。就是有什么话先拿淡墨啊，管它什么呢啊，先我拿淡墨。先拿淡墨，我先勾一遍，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都是淡墨啊，然后这是什么呢？小莲叶啊，莲花的这种造型。然后我就染色啊，染完色以后，我再分需要复勾的，我给它复勾啊；不需要复勾的就不勾啊。有这种画法啊，有这种画法。但是你复勾的话，是不是容错率就低了啊？你再勾的话，你能跟你以前的线条完全一致吗？啊，我现在是不敢保证啊，我不敢保证。像我这个年龄啊，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应该是属于画画的这种黄金年龄段啊。不能说是成就啊，不能说是成就，就是说这个状态啊。对，我都保证不了啊，因为咱们也不是大师级啊。对，咱们也不是大师级，所以啊，保证不了啊。那你说爱好者，普通的爱好者啊，就是想起来了画一笔，想不起来不画这种爱好者啊，我觉得也困难，也困难，不可能啊，不可能完全的给它吻合，所以啊，其实还是把这个墨色分开啊，把这个墨色分开更能什么呢？
把这个墨色分开，我们更能容错啊，更不容易出错。你就直接分开，你以后不用复勾了啊，就是局部实在是伤的厉害了啊，个别的复勾。你像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大范围的复勾啊，那就是大范围的复勾。对，然后再正好有淡墨啊，我们给它什么呢？把这个花瓣勾一下。花瓣啊，这个花瓣的结构其实已经很清楚啊，已经很清楚。就是它花瓣尖子啊，稍微这里啊凹进去的稍微停一下啊，不是所有都是细啊，注意粗细变化。尖的稍微要粗一点，荷花花瓣的尖端。再往近一点，是不是能看得更清楚？注意从中间这一片开始啊，中间这一片开始，然后拧要是勾的时候啊，如果看不清楚，你就完全跟我的那个线稿啊，跟我这个线稿完全贴合啊也行。什么叫完全贴合呢？就是我的该粗的地方粗啊，不是我的线条怎么画啊，错了，是什么呢？我该粗的地方你要粗的起来，一根线，每一根线啊，我该细的地方你也要细下去，就是每一根线。通过这样的学习啊，来掌握老师的这种运笔手法啊，我怎么样一根线能粗能细啊？这个地方粗，那个地方你就照着做一遍啊，你照着做一遍，自然啊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是这样运笔，那个是那样运笔。你不照着做啊，那你学的就是不可能学到精髓啊，除非说是手把手，手把手也不可能。所以很多时候啊，看下面这是这样的，虚进啊，停顿，这里钉头鼠尾，先接。这虽然是淡墨啊，但是啊停顿尖子嘛，这是。好，是不是勾完了啊？这个勾完了。注意这个几个诀窍啊。首先，它这个什么呢？啊，花瓣尖端要粗一点，钉头鼠尾。你哪怕是逆风行，也要注意。也要注意，有些小尖儿啊，是专门画出来的小尖儿，像这笔它就是这样。是不是？这里再照一照，看得更清楚。你看这边。停住，压一下，往上。注意这种停顿啊，注意这种停顿，不是就是一条线下来啊，有很多同学总是认为我们这画就是一条线啊，有很多也就是不是的啊，不是的。只有不了解啊，才会什么呢？才会说一些我们认为不可理喻的话啊，因为现在信息交流啊，特别的什么呢？再往上，
特别的方便啊，特别的方便，有很多这个吃瓜群众。看我啊，哎，你怎么印着画啊？是不是？我心想，我说你这，我说你肯定没画过，肯定没画过。说像这么复杂的线条，你不印着画，当时你改稿子，你可以一点点改。要是对自己作品负责，你肯定得印着画呀，啊，是不是？对自己作品负责，肯定得印着画。拿铅笔打稿子，然后在铅笔稿子上勾啊，这就不算印着画。我铅笔的稿子打完了，把纸铺上面，我再画，那就去印着画了。哎呦，只能说不了解啊，不了解，只能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啊，只能是还是一个复兴阶段啊，还是复兴阶段。伤害来自于不了解。画的习惯就很快啊，画的习惯很快，但是画的再快也要注意啊，尖端要尖一点啊，要尖一点，稳一点啊。稳一点，涂点弹药啊，涂点墨汁。是不是看不见了？就是看不见。看的其实远啊，其实啊看得远，其实已经很近了啊。你看我这笔头才这么大，我的指甲盖才这么大，主要是这个花太小啊，又小又复杂。对，所以啊，给我们的错觉是什么呢？啊，你画的时候啊，离得有点远，能不能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啊！有一次我就画一个特别小的啊，特别小的一个物体，但是把这个镜头贴的就特别近，但是感觉啊还是离得有点远，因为画的特别精致嘛啊，他以为是。后期看这个视频啊，就感觉离得远，其实已经很近很近很近了。结果拿那个指甲盖一比，哦，原来，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莲花的角就这么大啊，是不是？好，你看，不知不觉中啊，随便几笔，我们就把什么呢？这个我就稍微远一点了啊，稍微远一点了。随便几笔啊，你看这个停顿、钉头缩尾，看这里，这里，这里，然后这里停顿，细。这是翻卷过来的，这是反页。对，这朵莲花啊，燃起来的时候可要费一点心思啊，费点心思。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这样，从这里，这个从这里，
晃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老碰它。然后这里。这个就推敲啊，你看这个荷花瓣的这个尖端的朝向也不能完全一致。你看这两个就有点平行，那我就稍微往上撩一点。对，朝向都不能完全一致，这样才好看啊，是不是？这样才好看。到这里啊，这里哎中间停一下，你看先把它分开，这个然后这里转折停顿，然后漂亮飘走，这边。这里是这样的啊，先找瓣尖啊，起笔就要找花瓣的尖端，哪里是反瓣啊，哪里是正瓣。可能我看错结构了，还好不影响啊，还好不影响。看啊，我们这个有没有缺细、缺失的线？看看是不是很淡啊？很淡，但是这个效果啊很漂亮。行，淡墨啊，淡墨画完了以后，我们把这个下面再往下就是水了，水、石头啊，水、石头，还有这个海草啊，这个什么海草？水草。石头用淡墨也行，用这个什么用中墨也可以啊。然后注意了，但是注意啊，稍微干一点啊，干一点。这个笔中的墨要干一点。你要不干也行啊，到转折的时候啊要注意啊，转折的时候要注意。它是怎么画出来的？你看，比如这里停顿，往下，哎，你看多一些停顿，哎，等等，我看一看，好像是不是看不清？我把这个调一下，太近了，刚刚是近的。好，这个稍微点，稍微的，你看稍微停顿，粗啊，多用侧锋，拧一下，多停顿。你看这样出来了，这里侧锋啊细，那就这样出来了。你看这里很多的都是绝头钉描啊，绝头钉描。随意一点啊，随意一点。石头嘛啊，你石头你肯定是随意为主啊。你这石头还有个标准造型呢，没听说过啊，是不是？但是转折有粗有细，你得画出来。你看，该跳跃的时候要跳，哎，跳一跳这个。然后加一些皴擦啊，加一些纹理的皴擦，轻一点，轻轻的拿笔的侧面啊。这个也无所谓啊，这个也无所谓，画的多少无所谓，它不起到一个主要作用啊，不起到一个主要作用。像你们如果说感觉啊画不出来这种感觉，你就用那个什么狼毫笔啊，狼毫笔。
或者说是专门用来画这种石头泼石的干一点说话，还是出来了。这边有一个我就还有一个还是录一下，扭一下摄像头，扭一下摄像头。存一下，稍微这叫存一下，存擦，稍微存一下。对，然后还是这个墨色还是这个墨色，我们来什么呢？把这个水草我们来勾一下水草这块勾了，勾的时候要仔细一定注意勾的时候要仔细从左往右勾，逆着勾也行，正着勾也行。为什么呢？可能你这个勾完了以后你就再处理它也就那么一下两下的事儿。注意尖端要怎么样尖端要细根部要粗，线条也是飘一点。就是简单的，像这种稍微长一点的。避免平行避免平行是不是？这组就什么呢？这组就画完了。然后其他的我就不演示了，好不好？我们这个白描已经很长时间了快3个小时了快3个小时了，我就不演示了。其他的我们就还是老规矩，对，还是老规矩就是按照这个方式给它画就行了。剩下的就是用弹幕，用极细的线条你就极细的给它描出来这种河水就可以了。用淡墨勾，或者是比这个再稍微淡一点也行比这个稍微再淡一点也行。最后用那个最淡的墨把我们那个什么呢？把我们那个转轮就画出来，就是那个佛光后面这个转轮我们给它画过来，画出来就行。最淡的墨，你哪怕就是一点一点的描都行，因为淡墨嘛，它最后可能要用颜色给它盖一下以颜色为主，线条为辅，所以淡墨给它盖一下。用最淡的墨，反正能看点印子就行，能看着印子就行，淡一点淡一点。行了，那我们这节课白描的部分我觉得该演示的也就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配角稍微勾一勾，也就是个水草需要看一下，其他的真没必要真没必要。好了，同学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幅作品这幅这个观音，对不对？画到这里就基本上算是完成了你看它这个整体的墨色效果，我把它举起来，稍微托起来一点。你看还是很漂亮的还是很有效果的还是很有效果，一看就知道哪儿是浅哪儿是重，是不是？线条的停顿我看勾的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好了，那我们就剩余的我就在视频外去完成它，好不好？我在视频外完成它。那我们开始下一步。对了，注意了，我要提醒一下勾完以后有2件事你必须做。首先，第一，看边上边上的这个墨线，黑色的线，用油性的笔或者中性笔拿格尺打出来，边缘线打出来第二刷一遍清水，看看你这块有没有漏繁没有漏繁，你再进行裱板，你再进行什么呢你再进行刷底色你不要说一刷底色漏繁了是不是？然后就问怎么办？
对，先刷清水啊，先刷清水试一试，有漏矾的地方怎么办？如果刷焦矾水嘛啊，背面刷一些刷浓的啊，如果再试一试漏不漏矾啊，不漏矾了还漏呢，正面刷一点，简单刷个淡的，1:1兑水刷点淡的啊，对，哪儿漏不刷哪儿就完事了。啊，注意了啊！一般来说，这个情况，只要你画的时候保护好啊，不要把汗液呀、护手霜啊沾上去，啊，基本不会漏矾啊，基本不会漏矾。还有纸，平时你的纸是不是密封保存的啊？是不是密封保存的？你看，胡和老师，我这准备的，你看我这画一幅，我这都得有，对不对？我这都得有啊，一定要注意了啊。那好了，那我们就结束吧。我们开始下面的课程，下面我们开始底色的晕染。还有我们平涂工作。